神都出了这种事，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。臣是职责所在，不敢有任何懈怠。再给你加一个担子，你担得住吗？臣愚钝，恳请圣人明示。朕在考虑联访的公子楚，是不是该换个人了？你是聪明人，朕一直看好你。圣人恩遇，臣感激不尽。你答应了？圣人说过，联访是耳目，内卫是臂膀。臣掌管臂膀多年，自存虽有遗漏，但忠心不二。圣人满意是臣唯一所求。你不愿意？联访和内卫，岂可委任于一人之手？朕信任你。臣不敢有负圣人所托，只是臣实在没有能力同时掌管联访和内卫。宗室人才辈出，恳请圣人另觅贤人掌此重任。你不必紧张，是晋王说，联访这个差事应该交给你来掌管。朕只不过就是想知道一下你是什么意思。晋王对臣也是恩重如山，臣感激不尽，但臣实在是愧不敢当。看见了，这米就卖完了，我哪还有你卖的？你们东西卖完，你们这文也没用了，你看呀，是吧？那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那是最后的。你看已经售罄了，这真没有米了啊！都回去吧，回去。现在是真没了，已经没有了。哎，诸位，听好了，诸位听我说，诸位听我说，粮食已经卖完了，诸位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我听你说什么？我听你说，就说这么一句。我白等了2个时辰，1粒米都没买到，这就没粮了。对呀，哎呀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确实，我家的米行怎么会没存粮呢？肯定有，没有了，确实。仅仅3日，神都300多家米行的存粮全部售罄，大家争抢知识频发，光南市就有13家米行被抢。我还是想不明白，春秋到此举，除了让神都断粮，对他们能有什么好处？我还担心一件事，圣人今天召集众臣商议韩家仓事宜，并未召唤郎君。郎君当了这么多年的公子处，这还是头一次。大家莫要惊慌，圣人已传令漕运，10日内将调集新粮，押往神都。10日，家里早就断粮了，10日太少了。但是，若有人趁机作乱，行不法之事，大理寺定会严惩不贷。韩家仓被炸，联防有失察之责。若是有人煽风点火，圣人很有可能拿联防开刀。最坏的结果，公子楚意为联防交于他人之手。知己郎，白檀，
持几郎之言，如今也并非是危言耸听呢。郎君经营莲坊多年，对神都了如指掌。若是被迫离开莲坊，就随了春秋岛的心愿。白丹，准备一下，陪我去面圣。郎君，快去，去吧。是。刀柄之王，有一事相求。照顾好莲坊。我见到他了。你见到谁了？我兄长百里昆人，他还活着。他现在何处？走了。他竟然回到神都了。你是真的不知晓，还是故作不知？他加入了春秋岛，成了长春使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他怎么可能加入春秋岛是长春使？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神都之乱就是我武幽诀一手造成的。事到如今，有些事情不能再瞒着你了。你跟我来。
陈年的骨子，这是我阿爷的字迹。没错，当年圣人降旨，要流放你的兄长，这等于让他去死。所以你阿爷他连夜书信于我，求我一定要保住你兄长的命。我和宽郎情同手足，我怎么可能见着他去死呢？所以我们就一块定计，以假死之名欺瞒圣人。之后，你的兄长逃到长安，改名换姓，发誓从此以后再不踏入神都。玉华君，玉华君，韩家仓主事陈卓今日4时在家中悬梁自尽，家中搜出大量来路不明的财物。他也被春秋岛收买。据他家人供述，陈卓在韩家仓出事之前，曾与李北齐会面。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我怎么可能再见他呢？欺瞒圣人，这是大罪。你阿爷死的时候，应该也没有向你吐露过一个字，所以我自然也要守口如瓶。可是他竟然见到了你，还告诉你他见的是春秋岛的长春氏。那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过你兄长的命是我保下的，那他所造的罪孽也就跟我有关。我一定会抓到他，问个清楚。二郎，你要记住，你兄长还活着，还成为春秋岛长春氏之事，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。如果圣人一旦知悉，这就是灭九族的大罪。你柳然还有百里家的几百口人，一个人都活不了。兄长，我看百里二郎刚出去，他是来找你的吗？他有一些事情想知道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在韩家仓的证物里面找到这些。兄长，你看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这些谷子并非是爆炸中炸坏的，而是陈年的烂谷子。韩家仓是天下第一粮仓，怎么会有烂谷子呢？我猜是春秋道以次充好，提前调换了谷子。那就是说，真正的粮食并没有被炸毁，而是在春秋道的手中。北彻，此事必须马上禀报圣人。是。老君，你这些年为莲坊的付出，圣人都是看在眼里的，绝不会因为几句谗言便会怪罪你的。爱檀，你不必安慰我。郎君，有人拦驾。郎君，妾身马上就要离开神都，特意来找郎君告别。无妨，我去去就回。郎君，
韩家来此有何事？韩家仓出了那么大的祸事，整个神都城都乱了。妾身一个弱女子恐难活命，不得不离开神都。只是妾身担心郎君的安危，特意为郎君求了一个平安符，还望郎君佩戴在身上，福寿绵长，偶尔还能记得神都之外，有个媚娘天天念着你。可你怎么知道我的车会路过此处呢？媚娘在这儿。郎君有危险！你是说韩家仓的粮食，并非毁于大火，而是全部都落到了春秋道的手里？韩家仓的主事陈卓和内卫的李北齐偷换粮草，臣有失察之责，请圣人降罪。启禀圣人，东川王入宫途中遇刺，刺客是洪萧方红牌宇文佩佩，此人行刺后迅速逃离，各部武侯已开始追捕。废物！圣人息怒。圣人，东川王性命垂危。圣人，你可知东川王是何人？东川王是圣人之尊严，是太子之侄。他还是联防之首，公子楚。神都今日祸患频出，联防本来就有失察之责，如今堂堂的公子楚都能当街遇刺，这样的联防，千疮百孔，漏洞百出，不堪大用。风雨郎，你之前说朕的耳目臂膀不能委任于一人，可朕如今只能这么做了。我又觉听旨。臣恭听圣谕。朕命你即刻接手联防，兼领内卫，神都各路府兵均可驱使，一定要尽快剿灭春秋道，找回韩家仓的粮食。臣遵旨。圣人谕旨，
联访公子楚被歹人所刺，身负重伤。内卫凤玉郎武幽爵奉圣人之命接管联访，联访上下人等务必配合凤玉郎，彻查春秋道偷换韩家仓储粮一案。接旨。联访内卫素不挂科，就由内卫接管联访是何道理？为何不接旨？你要抗旨吗？圣旨上说，韩家仓储粮被春秋道所换，此事可有实证？我入主联访就是实证。他说的对，就是实证。一派红遍，我不说吧，内卫是圣人必吧？就是凤玉郎接管联访是圣人旨意。东川王，劳烦了，凤玉郎。哎，这个东川王说，这是。初见，我乃联访公子楚。啊，公子楚啊！他是公子楚，平时都是戴面具，今天怎么才见到真面目？我与楚进共事多年，竟是身份暴露招人刺杀，使我得不配位。结果公子楚一位传交给凤玉郎。望各位能够全力配合凤玉郎查出春秋道谋反的计划。郎君，接旨。联访承接圣命。诸位，我此次入主联访，并非是来夺权的。如今的局势，是春秋道已经肆虐深度，现在需要联访和内卫通力协作，共同抗敌。大家都已经看见了，东川王已经遇袭，身负重伤。而我对联访的内部机制又十分的陌生，所以需要的是诸位的鼎力相助。现在需要一位十分熟悉联访内部机制的人来任主事。高秉烛，此职务委任于你。春秋道已经在步步紧逼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韩家仓被毁后，神都存粮无多，坊间谣言四起，皆言神都会彻底断粮。圣人责令羽林军清剿春秋道老巢，然已人去楼空。春秋道未留下任何痕迹。10余日后，神都爆发粮荒，全城上下人心惶惶，百姓纷纷上街抢粮，频频引发暴乱。一时间，神都陷入新的危机。陈使，联防的眼线遍布神都，我们这样贸然出现，会不会不太稳妥？多虑了，他们此刻自顾不暇，没时间管我们。
交代你的事情办了吗？都已经传下去了，只等入月，便可开始行动。我问你，你跟了掌秋使那么久，觉得我们二人最大的区别在哪？啊，不必顾忌，直言便是。秋使性格率直，喜怒无常，不似春使您这般和气。我来告诉你，拯救是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他把人心看得太轻了。他自以为用伏火雷霆炸毁天堂，便可震慑神都万民，扬我神道之威。可惜呀，他到死的时候都不懂，人心的力量要胜过伏火雷霆万倍。煌煌神都，太平日子太久了。这里的人早就忘了恐慌的滋味。我毁去韩家仓之前，让朝中的内应出手遮掩动静，根本没人察觉到我们在做什么。所以，突然发难，神都毫无准备，必将人心大乱。这人心若乱，我们还愁没有机会吗？你看，我种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。昆郎曾主语，若其有事，可求助于阁下。而今大祸在身，唯凤羽郎可活之。百里满门不甚感激。结草衔环，定当报还。亦何惜卿家乎？百里言，顿首。咱百里家起于布衣，到你才不过2代。你兄长早亡，你又如此不通俗事。我儿百里弘毅也已成人，即将婚娶，为我百里家延香火。诸位先祖庇佑我儿，庇佑我百里氏。咱们家就如同这手牌，一环出错，便无法复原。就像当年你兄长那样的教训。聘姬不思臣，君臣不异位，居上位者要为贤为德，言行合一呀。钱非钱，坤非坤。韩老，莫胡言呐！当年圣人降旨要流放你的兄长，所以我们就一块定计，以假死之名欺瞒圣人。杂草蔓延，需明火焚之，自以为是成龙成凤的麻雀呀！二郎，你要记住，你兄长还活着，还成为春秋道长春氏之事，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。身体残缺，便不能入仕。在这官场之上，所有认同这世道的都该死。一句话说错，圣人一旦窒息，我们百里家这就是灭九族的大罪，会遭到倾覆之灾。你柳然还有百里家的几百口人，一个人都活不了。二郎，我刚和云芝去南市买米，跑了10几家米行，全都售罄了。现在外面还有好多人在打架呢，家中现在算上蔬果，粮食只够3天了。七娘，如果让你现在跟我离开神都，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好，那你现在去准备收拾行李，过几天我们便离开神都。二郎，你怎么了？
我没事。你别骗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现在面临一个选择，一旦选错了，很可能威胁到你，以及白丽家所有人的性命。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。我认识的百里二郎，从来都不会瞻前顾后，他只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，所以我才会嫁给他。二郎，你想做什么，就只管去做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知己郎，哼，东川王突然遇刺，你兄长紧接着入主联防，他们心里多少有些不忿。那你呢？我知道，我兄长曾几次为难你，但现在是圣人下旨让我兄长接手联防，为的就是尽快抓住春秋道，找回失窃的粮食。所以，不管是为了神都子民，还是出于我的私心，我都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兄长。韩家仓被炸以后，春秋道在北城、洛河两岸活动频繁，那可是神都最贫困的地方，不良锦也在其中。神都粮荒那一带受影响最为严重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春秋道拿着韩家仓的存粮，准备以此为楔，收买人心。高知节，刚收到消息，南北两市突然出现大量流民和乞丐，疑似有春秋道的人混杂其中。这是在一名乞丐身上搜到的，但没问出什么，只好放了。春树枝，春秋道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我要你们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联系神都城内的流民和乞丐，让他们帮忙散布一条消息：神都贫民只需在门上挂上春树枝条，夜里便会有人将3日的口粮送至家中。这怎么可能？神都有多少人？别说3日，就是只发1吨的口粮，都得耗多少袋粮食？说这话的人也不知道有何目的，谁知是好是坏？太好了，连命都保不住了，春树枝果然有用，春秋道给我发粮了，粮食更短缺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好啊，太好了，多谢神道，多谢神道，有粮了，都是谢谢神道啊！不就是挂着春树条吗？他这挂难的，是不是？太好了！春树枝，是真的呀！你看呀，粮草，哎呀，这是粮，是粮食，谢谢神道，谢谢神道，粮食。这春树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神都早已断粮，他们哪来的粮食做饭？会不会是春秋道的人在给他们发粮食？神都早已警备，日夜都有武侯坚守，春秋道的人不敢这么轻易的上前。颜青昨日说，南北两市突然涌现了大量的乞丐和流民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春秋道收买的。可是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好处？
如果他们拿了春秋道的粮食，会算是春秋道的人吗？当然不算，他们只是吃不上饭的可怜人，可能连春秋道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如果给他们发粮食的真是春秋道，那一定是韩家仓失窃的粮食。如果有人去报官，你说他们会怎么做？玉华君，玉华君，玉华君，今日包含南市和北市在内的17个方市共发生暴乱19起，有34位平民受伤，死3人。可查清暴乱起因？查清楚了，各处官府纷纷接到报案，其直辖署民与春秋道勾结，官府前去收缴粮食，继而爆发了冲突。通知各部，这几日不可轻举妄动，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联防。是。春秋道已经把火点起来了，现在只需再加一把柴，平民的怒火就会彻底被点燃。不能抢啊！春秋道已经把火点起来了，现在只需再加一把柴，平民的怒火就会彻底被点燃。不能抢啊！不能抢！郎君，郎君，那是我们父子2人3日的口粮啊！求郎君开恩，郎君开恩呐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本官刚刚接到报案，说南市有人勾结春秋道，私盗韩家仓官粮。一查之下，果然如此。啊不，郎君，我不知道什么春秋道，更不敢偷官粮啊，郎君。还敢狡辩？张嘴！是。本官知道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还藏有粮食。本官给你们半个时辰把粮食交出来，否则与春秋道同伙论处。让一让。高公，这是做什么？本官在追查春秋道凶徒，岳华君要插手吗？可他们只是无辜的百姓，私藏公粮也叫无辜。把这个人押回大理寺，其他人等胆敢抗命者一般处置。高公，求求你们了，阿爷！你们不能抓人！你们不能抓人！你说什么呢？你说清楚！于老君，家里出粮！起来！谁知道是不是狗官贪污的公粮陷害于人？冤枉！冤枉！冤枉！你们也造反吗？我是内卫岳华君，眼下神都粮荒，我知道大家的困境，但你们手中的粮食，很有可能是韩家仓失窃的官粮，但已在你们手中的粮食，我们绝对不会追回。官府也在努力的追查真相，希望大家再忍耐几日，我们定会把粮食送到你们手上，让你们吃上安心的粮食。你是什么人？凭什么做保证？是啊，谁知道他跟这狗官是不是一伙的？我认识啊，兄长，暴乱的事情你都知道吗？嗯。现在暴乱虽然已经平息了，但是联防传来了消息，你看看，他们都在说，此次神都的粮荒是因为太子大量囤积粮食，想要借机敛财所致，所以明日他们都会去东宫围堵太子。既然现在已经传开了，那圣人也一定会知道。阿月，你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，一定不能让太子蒙受不白之冤。是。
眼下国都正是动荡之时，你身为一国储君，怎能干出这等不知廉耻之事？此事，儿臣确实不知情，都是手下人私底下干的。手下人，上次炼丹是你手下人，这次屯粮又是你的手下人。你告诉朕，你的手下人都是些什么人？太子失德，你们说，朕该如何处置他？圣人息怒，太子此次也是被奸人所蒙蔽，还望圣人莫要怪罪。圣人，圣人切不可动怒。把太子押回东宫，没有朕的口谕，永世不得外出。是。圣人，圣人，圣人莫要动怒，身子要紧。无忧诀，晋王殿下，你执掌联防，为何还不来拜见我？请堂兄恕罪。圣人让我彻查春秋道，再加上内卫和联防的事务实在是太多，我无法分身。听说联防掌握着所有文武百官的丑闻，尽快把这些把柄调出来，那样你我兄弟二人就可以早日掌握朝中大权。晋王殿下，现在是神都生死存亡之际，我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。你敢教训我？无忧诀，我可以把你推上去，也随时可以把你拉下来。我始终觉得此事可疑。太子身为一国储君，不可能借机敛财自断出路的。是的，太子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圣人的关注，而且他刚刚因为代州的事情被罚，应该暂避风头才对。如此说来，太子是被春秋道的人故意嫁祸，可他们此举意欲何为呢？我不知道春秋道的势力是如何伸到太子那边的，但是现在神都对朝廷是民怨沸腾，春秋道的这把火算是彻底烧起来了。继续这样下去，神都的子民都被春秋道拉拢，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。知己了，不好了，不良井也动乱了。你去不良井看看，这有我呢。好。春使，如您所料，太子被那妖妇所幽禁，神都的民怨也已经到达了顶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最后一步吧。妖妇昏庸，太子无德，天怒人怨。韩家仓付之一炬，便是天罚。妖妇之爪牙，尽是欺压良善之辈，皆可杀之。神都子民能杀死妖妇爪牙一人者，可入我神道，吃穿饮用不成。若有能手刃妖妇者，可为我神道之首，受万民供养。二郎，千万别出去，神都已经乱了，大街上全是人，都在往皇城去。听说要造反了。吴叔，帮我备马，我要进宫面圣。啊！等着饿死！
手！高秉烛，你居然还有脸回来！神都已经大乱，大家现在绝对不能离开不良井，只要上去就是死路一条。披了件狗皮，还扔马自当官府的狗了？我们不上去，难不成饿死在这井底下吗？大家听我说，大家听我说，韩家仓的粮食一定会找回来的，不会有人饿死的。你少说屁话！神道说过，只要加入他们，粮食要多少有多少。准备好去，进来，进来！大家听我说，大家听我说，我高秉烛是咱们不良井的罪人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曾经害死了我7个兄弟，也害得我自己家破人亡。这5年里，我没有一天不是生活在痛苦中、自责中。我也不是没有想过我干脆死了算了。但是我既然选择活下来，我就是想带大家走出不良井，想给我的兄弟们报仇。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，造成这一切后果的，就是春秋道，就是大家口中的神道。不可能，他在骗我们！妖精大怒，我们冲出去吧！高秉烛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高秉烛，你该死的！住手！住手！5年了，你怎么就是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害死了你的弟弟呢？5年了，在这5年里，是高秉烛给你们每一个人送钱、送粮。他到底为了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你们今天像对待仇人一样对待他吗？我们不要让外人觉得我们不良人是一些无情无义、愚昧无知的废物。我升任不良使的那天，我曾立下誓言，我一定要带大家走出不良井，堂堂正正的生活在神都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大家还是生活在不良井。是我食言了。我对不起大家，但求大家再相信我一回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带大家走出不良井的，但绝对不是今天。春秋道的人抢了粮食分给大家，就是为了撺掇大家去对抗朝廷。大家现在一旦冲出不良井，那就是反贼，会被逐一处死的。不出去一样是要饿死的呀！恳求大家再给我些时间，我一定会把粮食带回来，分给大家。求大家再相信我一回吧。圣人，要不要宣太医？暴民动乱，一日不解，多少太医也没用。你退下吧。圣人，还有事？已故工部尚书百里延之子百里弘毅，此刻正跪在殿外，说是有要事相禀。百里二郎，
正是，百里岩贪墨之举一案平反之后，百里二郎一直在为凤玉郎做事。宣百里弘毅觐见。大家伙都断粮10多天了，有人守住了春秋岛就有饭吃，这谁忍得住啊？我劝了好几天，可没人听我的。今天要不是你，这个消息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？前2天有个外人下了京，是他说的。这个人现在在哪里？为什么要撺掇不良锦的人造反？又是张春使派你来的？不良锦不出事，你又怎么会回来呢？你不要招惹不良锦。张春使派好多人在神都散布消息，这个人被派到了不良锦。我来晚了一步，消息已经传开了，我能做的只有把他杀了。所以我欠你的人情，我已经还上了。你要去做什么？你别紧张。我知道你一直不杀我，是因为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小娘子年纪相仿，你看见我就会想起来她，因为她是你的妹妹，所以你下不了手，对吗？我自幼是孤儿，我看着你这么在意你的妹妹，其实我还挺羡慕的。说实话，我也挺想有个你这样的兄长，只可惜我不是你妹妹。刚才你问我接下来想干什么，我这就告诉你。为什么不让我死？你是我什么人？我是孤儿，是神道把我养大的。如今我已经背叛了他们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现在我无亲无故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欠你的人情我已经还上了，我欠下的血债，我只想用我这条命来偿还，不行吗？你也知道，你杀过很多人，欠下了很多血债。但如果你真的有良知的话，你不应该去死。死太简单了，死是无能，是逃避。你应该要活下去，活着用你的生命，慢慢的把你的血债还清。草民百里弘毅，参见圣人。何时？
草民听说，那位凤玉郎奉旨，在宣仁门规劝暴民。怎么？你觉得不妥？请圣人收回成命。凤玉郎此举，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方堂内卫会怕一些暴民，只怕不光是暴民，更有春秋道余孽。当年兄长百里宽仁诋毁朝政，圣人降旨将其流放。兄长病逝家中，其实他根本没有死，而是加入了春秋道。所以呢？我了解兄长的性格，他有一个缺陷。如果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，他一定会当众宣读，等待赞赏。他此时也一定在神都，等待欣赏自己的作品。当众宣读，等待欣赏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会亲眼看着凤玉郎被杀？请圣人收回成命。大家今天汇聚于此，理所当然。我武幽爵身为朝廷的重臣，让大家饿肚子没有饭吃，让襁褓中的孩子嗷嗷待哺、嚎啕大哭，我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可大家知道吗？让神都有今日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谁？大家错了，误会了。让神都发生粮荒，是因为有一个组织炸毁了韩家仓，让神都20余万户、100万余人没有了口粮，让大家没有饭吃。而这个组织就叫春秋道。散伙！神道明明给我们发了粮食。发给你们的粮食都是从韩家仓偷来的。春秋道发放给你的粮食都是你自己的粮食，都是从韩家仓偷来的。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，韩家仓在神都多年，有朝廷的重兵把守，可曾有过事？如果不是有人在刻意破坏，怎么会被炸毁？春秋道用本该属于大家的粮食来挑动大家的怒火，用本该属于大家的粮食来制造混乱，用本该属于大家的粮食要毁了我们的太平盛世。所有的人，大家睁大眼睛看一看，这些马车上的粮食，这些马车上所有的粮食，是我们神都现在仅有的存粮。这是我恳请圣人，从所有文武百官家里面收集来的口粮，我们宁可自己不吃饭，也不能够让百姓饿肚子。大家能够明白朝廷的良苦用心，明白圣人的隆恩浩荡吗？
现在大家应该知道，谁才是神都真正的敌人？是春秋道。百里二郎，你知道你说出这些话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欺君犯上，应株连九族。你不怕死？怕，但我别无选择。我武幽绝也在此盟誓，我一定会剿灭春秋道，夺回大家的粮食，让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。500万的粮食都给我们了，他们怎么可能这样自相两全？一定有个人在背后给我们找死。这种不能分粮给我们，我觉得也是，就姑且信他们一下。后续上来。关郎，多年不见，久违了。我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总是要亲眼看看的。不过能输在你手上，不算冤。百里弘毅，你算是有几分胆识。你说的这个事儿，朕已经知道了。凤玉郎和你阿爷私访百里宽人，当真以为能瞒得住朕？不过是念着百里岩忠心耿耿，怕他白发人送黑发人罢了。只恨这个百里宽人不识抬举。一切都因我兄长而起，请圣人责罚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，朕还没那么小气。此事凤玉郎之前都跟朕禀报过了，此时如果不出意外，百里宽人已经束手就擒了。兄长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要不要找医工来看看？没事，不用。百里宽人已经押入大牢，现在要提审他吗？暂时不用，等我见过圣人之后，再看看如何处置他。今日兄长以带病之躯劝返神都万民，一举擒获春秋道，这才让我知道承天守序、护鼎神都这8个字的重量。以后这样夸赞我的话，你可以多说一些。好，兄长一直是阿爷心里最敬重的人。不跟你开玩笑了，韩家仓的粮食可有下落？听说运到了城北的山里，高秉柱已经带人去了。可是兄长，我还是隐约觉得，春秋道这5年的布局，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被瓦解。你说的很对，春秋道的长春氏虽然已经被擒了，可是春秋道的余孽很多还在神都，我们绝不能够掉以轻心。见过没有？裴领导，这洪萧芳的配娘真是春秋道的人？她当街行刺东川王，能是假的吗？这么好看的娘子，
又能歌善舞的，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？那帮家伙抓了春秋道的匪首，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咱们大理寺再不抓紧时间立功，不得让人踩到脚底下。是。春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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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那些官兵是买的手。春和，这个地方很安全，放心啊。我来的时候都留意过了，没有人跟着。来，地上凉，先起来。饿坏了吧？我买了好多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别怕，我都打点好了，那些官兵啊，找不到这里，放心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抓我吗？我知道，你行刺了东川王，现在街上到处都贴着你的通缉画像。那你不怕我？我不怕。我不管你是刺客还是洪孝芳的配娘，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春和。看这是什么？我记得呀，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。现在不是闹粮荒吗？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到的。记得你小时候啊，都爱加点蜂蜜，不然你觉得没味儿。来，趁热喝。我有我的难言之隐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春和了。官府迟早会找到我的，你不可能永远护着我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，我没命了。春和，我想连累你。我知道你这些年受委屈了，但是现在有我在，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了。你若不想继续留在神都，天大地大，我愿意带你去任何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石郎，我答应你，我们去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